我正趴在桌子上午睡，却突然被身后传出的声音吵醒，一种女生的娇嗔。回头看去，杨清月脸上带着不自然，只一抬眸，齐世景与我对视，没有被抓包的羞耻，而是回以我一个挑衅的笑。敢告状，你就死定了，他威胁道。紧接着继续和杨清月打情骂俏。清月，你可比这个书呆子有意思多了。我猛地攥紧了手，转身将自己准备好的生日礼物和情书往抽屉里推了推。今天是齐世景生日，他带着杨清月逃了晚自习。临走前，他嘱咐我，那老头要问我们去哪了，你就说去校庆排练了，知道了吗？我抿着唇不说话，他恶劣一笑，许稍，别犯贱哦。他捏了捏我的肩胛骨，然后牵着杨清月的手跑出教室。日暮西沉，落日为在走廊奔跑的他们镀上了一层金边，晃疼了我的眼，竟有些溃败的情绪在心底滋生，眼眶微湿了。齐世景终归不是他，班主任还是知道了他们逃课的事，通过摄像头。但第二节晚自习，教导主任要来听课，作为班长，找齐世景和杨清月的事就落在了我身上。还有一个原因，我和齐世景青梅竹马，在旁人看来，我最了解他。我的确知道他们在哪，但不是我和齐世景心有灵犀，而是有人给我发了微信定位，一同发来的还有杨清月的一条语音。他过生日呢，你还不赶快来，夹杂着金属质感的轰鸣。赶到 KTV 包厢时，齐世景正搂着杨清月唱歌，周围几个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男生。哟，大学霸，不是从不来这种地方吗？齐世景转着话筒，邪笑着，怎么？才几个小时不见，想我了？众人笑作一团。杨清月不满地推搡了他一把，齐世景立刻服软，笑哄着，吃醋了？别闹，许稍还看着呢。怕什么？他可不敢告状，对吧，书呆子？齐世景对我恶劣一笑，背在身后的礼品袋在手心微微发烫。我慌乱开口，先回学校吧，晚上有教导主任检查。这样啊？齐世景垂眸，又仰头闷笑，那你可不能走了。两个陌生男生拦在门边。黄毛男突然指着我大喊，哥们儿，他好像给你带了礼物。下一秒，礼品袋被抢走，扔给了齐世景。让我看看你给哥准备了什么好东西。我局促地搓着手，既期待又害怕。哟，限量球衣。齐世景笑得开朗，将球衣套在身上，站起身走了几步。许稍，你可以呀。我舒了口气。那封满藏心事的情书，我还是没有勇气将它公之于众，它被我留在了抽屉的最上层。齐世景好像真的很高兴，他走过来搂我的肩，将我带到沙发旁坐下，又递给我一杯酒。余光瞥到杨清月，他眼底好似闪过嫉妒，却很快消散。喝一杯。齐世景笑得玩味，被盯得有些发毛。我咬牙灌酒，却被呛得眼泪横流，酒液在胃里翻涌。齐世景夺过我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我不自觉地抚摸他的眉眼，突然就笑了。我真的太想你了。有人起哄，齐哥，这还不亲一个？我一愣，低着头不知所措。半晌，齐世景才开口，行，你们想看，那我就勉为其难亲一个。齐世景按住我肩膀，俯身吻下，却被我偏头避开。他亲到了我的头发，气氛凝固。齐世景怒了，你他妈犯贱是吧？他强制捏着我的下巴，迫使我正对他。你装什么？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我费力挣扎，却只能被他牢牢禁锢，脸上湿漉漉的。我哽咽着说，我害怕。齐世景嗤笑，将我甩倒在地，转身抱着杨清月亲了下去。他指尖用力划着杨清月嘴角，邪笑着，你可比他乖多了。我开始干呕，真的好恶心。齐哥，他这么不懂事儿，我替你好好调教调教。我被人提溜起来，那人将我囚在包厢死角，步步紧逼。老子谈过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了，就是还没有玩过乖乖学霸女。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他猛地扯坏了我的衣领，手中空无一物，能保护的还有谁？下巴被扯得生疼，我下意识屏住呼吸，可粗暴并没有落下，取而代之的是齐世景近乎发狂的怒吼，谁准你碰他的？逼迫我的人被齐世景踢翻，狠狠踩在脚下。就是这只手扯了他的衣领，他重重踩下，反复碾压。恍惚间，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站在背光里的少年，下意识脱口而出，你来啦。齐世景微愣，许稍，你在和谁说话？我反应过来，竟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班主任被教导主任骂了一顿，齐世景和杨清月被罚打扫整层楼，而我被班主任派去监督他们。周五傍晚，校园清静，我督促打扫，
但齐世景吊儿郎当地将扫帚扔下楼，挑眉道：“把扫帚捡回来。”我沉默不语，扭头看书。齐世景却偏要惹眼，他朝杨清月勾了勾手指：“我爸妈不在家，晚上去我家。”又转头对我说：“少他妈告状，懂？”我小声背起了书。齐世景好像气急败坏了，他扯坏我的书皮，随手投到垃圾桶。许烧，装什么清高？我抬起眼皮，轻扫了他一眼，然后拎起书包走人。身后是桌椅剧烈碰撞的声音。半夜可醒，我迷迷糊糊睁眼，却被一团黑影吓得摔下床。怕了！齐世景一个箭步走到我面前，一身酒气，熏得我有些反胃。他离我很近，滚烫的胸膛快速起伏着，情绪波动很大。我小心翼翼抬眸，借着夜灯看清了他的脸，右脸一个通红的巴掌印，烂了1寸的嘴角还在渗血。瞬间我心疼了，抓着他的胳膊问：“谁打你了？”齐世景鼻腔轻吃：“许烧，你又在装纯，谁告的状？心里不清楚。”我一顿。齐世景突然挥起拳头，重重朝我砸下，却一偏落到了身侧的柜子上。砰的一声，他近乎发狂，咬牙切齿道：“凭什么所有人都爱他？凭什么？”紧接着又是一拳。他仰头闭了闭眼睛，尾音发颤：“你呢？你也爱他吗？”喉头好像被堵住了。我抿了抿干裂的唇，抚摸着他的眉眼，沉默不语。说话！齐世景怒吼。下一秒，卧室门被打开，灯光骤然亮起。小齐，你怎么在这儿？我妈妈和齐世景的爸妈公开对我们进行了审判。齐伯父当场扇了齐世景一巴掌。逆子，你是要气死我？齐世景顶了顶腮帮子，回伯父一个挑衅的笑。齐伯母已经放弃他了，任由他胡来闹吧，把自己闹到局子里，我和老齐可不会捞你。我静静看着，心中酸涩。齐世景原本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1年前那场意外的话，或许他会和别的男生一样阳光。可是改变的代价里，为什么有我呢？齐伯母将几张照片甩在齐世景脸上：“要不是我和你爸出差提前回家，还不知道你这么恶心人呢。”散落的照片上是齐世景和杨清月，2个人喝醉了酒，半躺在沙发上。你真的恶心，齐伯母厌恶道。可是齐世景满不在乎，他随手捏起一张照片，盯了几秒，闷笑起来。喜欢偷窥和拍照的父母也不怎么样啊。最后，齐世景被其伯父用绳子绑回家，免不了又是一顿毒打。我妈气到浑身发抖：“许烧，你是要害了世景啊？你告什么状啊？”我难以置信地摇头：“我没有什么。齐家要是不和我们来往了，以后等你爸出来了，我们上哪弄钱养老？”妈，我爸就是个人渣，为什么你这么执迷不悟？胡说什么？我妈扇了我一巴掌，那是你爸爸，你本来就该孝顺他。我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要我孝顺我爸，孝顺那个整日赌博喝酒，最后坐牢的人吗？我做不到。周一开学，齐世景顶着一身伤来的，路过我时，他用力捏了下我的肩胛骨：“许烧，你好样的！”杨清月从后门跑过来，要搀齐世景，却被大力甩开：“滚！别他妈碰我！”杨清月被喝住，抽抽搭搭的掉眼泪：“阿景，你不是说你最喜欢我乖吗？”齐世景听笑话似的：“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了？让你误会了，谁让你这么自恋呢？”杨清月哇的大哭起来。有看不惯的同学仗义直言，但却被齐世景的拳头吓得憋住了话。这时后门被人敲响，一个抱着头盔的红发女生一脚踩上了凳子：“喂，齐世景，你小子昨天还和姐姐我立纯情单身人设呢，今天怎么就伤了别的女孩的心？”齐世景轻笑：“姐，我哪敢啊，是那个女的一直在纠缠我。”则出去溜达不？好啊，你背我翻墙出去。瞧着齐世景越陷越深，我总觉得愧疚。鬼使神差开口：“别和他走。”齐世景停下脚步，回头看我：“怎么又想告状？”齐世景，作为学生就要好好学习，别扯了，我是坏学生，坏学生就该触犯校规。我突然被噎住了。是啊，他是坏学生，而我一直想并肩同行的人，从始至终都是好学生，那个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好学生。我的心乱了，我将自己埋在题海，生怕自己流露一丝一毫慌乱。可有心之人还是窥见了。许烧怎么这么慌？这哪里是慌啊，这分明是生气了，生齐世景的气。他不会暗恋他吧？偷偷告诉你们，许烧桌子里藏着情书呢。情书，心事被发现，我手忙脚乱地翻抽屉，可那封情书怎么都找不到。下一秒，有人大喊：“地上掉的是什么呀？难不成是情书？”我低头去捡，却被齐世景抢先一步。他站在凳子上，毫不犹豫地拆开，
亲爱的齐同学，他大声念着，我很庆幸能和你成为青梅竹马。小说里总说竹马敌不过天将，可在我心里，竹马就是最好的，是独一无二的。我想念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用围巾紧紧包住对方的脸。我想念一起兼职的咖啡店，想念你的一切。齐世景声音越来越小，念到一半，他恶劣的笑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不经意的惊慌，尾音发颤。他知道了，这封情书的主人公不是他，而是他的亲哥哥齐向周。我有2个竹马，一个温柔，一个顽劣。齐向周是我们的大哥哥，总会护着我们。齐世景是我们3个中最调皮的孩子，总爱闯祸。大人总偏爱乖巧懂事的孩子，齐伯母和齐伯父也不例外。他们总说小景成绩那么烂，以后是个没出息的，还会拖累小周。齐世景听得多了，渐渐和齐向周疏远。他会扯着我的马尾威胁，不准和齐向周来往了，不然我们绝交，以后没人罩着你。我只当他在开玩笑，满不在乎地推开他。幼稚，我可是要和齐哥哥一起上清华的，可我没想到齐世景骨子里竟那样偏执，偏执到最后，所有人都离他而去，只能用伤害来证明自己还留在别人心里。那封给齐向周的情书被齐世景当场撕碎，他眼眶微红，明明脆弱，却说着最伤人的话。许商，狗才会喜欢，大家都以为我暗恋他，可我不想继续欺骗自己了。我将情书碎屑一片片捡起，捧在掌心，然后仰头说，情书不是给你的，可齐世景却偏生要膈应我，不是给我的，难不成是给死人的？那天我扇了他一巴掌，落下通红的掌印。班主任将这件事告知了我妈。等我放学回到家时，抽屉里锁着的17封情书连同齐向周送我的那条围巾一同不见了。我冲出去质问我妈，可我妈却给了我一巴掌。齐向周都死了，你还惦记他呢？这情书要是送给世景的，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毕竟人家活着，齐家的财产也都是他的，你以后嫁给他。妈，我大吼着打断他，可看着他近乎狰狞的脸，我竟什么话都说不出了。他们都偏执，只有齐向周顺着我来。我仅剩的念想只有那一堆情书碎屑了。我和齐世景1年前转学到这所学校，暗恋这种事在高中压抑时期总会被无限放大。尽管我说情书主人公另有其人，但大家只当我在嘴硬。我不再辩解，解释的多了，反倒成了掩饰。听说齐世景被其伯父打得下不来床，我的日子平静了一些。偶尔独自在礼堂里拉大提琴，斜对角的方向总有光渗过来，那是齐向周在演奏钢琴。去医院探望齐世景时，那天抱着头盔的女生正压着他。看到我后，齐世景一愣，接着迎合那女生。我默不作声地将礼品放到床边，转身离去。齐世景却喊住我，这就走了？不一起。他坏笑，喉头发紧。我仰头压下眼泪。齐世景，我以后就不来看你了。没有回头看他。身后是玻璃杯落地碎裂的声音。女生温声安抚，要不要教训教训他？齐世景说，当然，运动会期间放假3天，1周后就是校庆。3天内，我整日窝在礼堂练大提琴。最后一遍结束后，有人跑过来告诉我，齐世景要跳楼。我来不及多想，丢下大提琴，慌张跑上天台，却只看到了那个抱头盔的女生。她转着刀，嘴里吐出一口烟圈。大学霸，你好啊，我叫王鑫，叫我王姐就好。她搂住我的肩膀，我缩着脑袋，心里忐忑不安。你要在这里动手吗？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刀离我的脸只有半寸。我下意识闭上眼，大口喘着气。你不怕坐牢吗？王鑫嗤笑，又不是没做过，里面的饭还挺好吃。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深吸了几口气，小心翼翼劝告，你要为了齐世景毁了自己吗？他可不值得你这样。那你呢？听到他要跳楼，不还是来了？我哑然。齐世景对我态度的确恶劣，但我们相处的前10几年，他是除了齐向周外对我最好的人。只是他现在误入歧途，我想拉他回来，也不想辜负齐向周临走前的嘱咐。我不在了，你们要相互照应。齐世景忘了，没关系，我记得就好。想到齐向周，我好像突然来了勇气。趁王鑫不注意，我狠狠咬了他的手，匕首落地，我惊慌奔逃，但楼梯口有人将我堵住。他晃着一只手，愤恨道：“老子这只手就是因为你废的，想跑门都没有。”那天是我17年的生命里第2黑暗的日子，我被挑断了手筋，再也拉不了大提琴了。再醒来时，消毒水的味道刺鼻。
齐世景躺在隔壁病床上，腰部被缝了9针。被挑手筋那天，齐世景从天而降，发了疯一般夺过王鑫手里的刀。他将我护在怀里，替我挡下了致命伤。我依稀记得晕倒之前他的挣扎怒吼。他说：“都给老子滚！再碰他，我杀了你们！”最后，警察带走了他们，救护车带走了我们。齐世景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报仇，他要杀了那2个毁了我的人。举起水果刀那一刻，我突然就不想再救赎他了。这个词太过沉重，我背负不起。齐世景，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我麻木地看向他，我们以后别来往了吧。那天他躲在厕所哭了好久。那天晚上我又梦到齐向周了，他仰头坐在海滩上，手指着海平面上的半轮红日。许烧，我们明天的写生课就画这个怎么样？我举着相机，画面定格。危险的海风将少年的衬衫鼓成一个包，他偏头看过来，我就在不远处盯着他的梨窝看了好久好久。出院后，我想转回之前的学校，我妈不同意，逼着我随齐世景转去别的学校。反抗那晚，我妈扇了我，指着我说：“不孝，你不和世景一起转学的话，干脆就别上了，出去赚钱，几年后安安心心嫁给世景。你爸还有2个多月就出来了，我忙着呢，你就别让我操心了。”嘴角渗出血，我跪在地上，态度强硬：“妈，我的手筋怎么断的？你不知道吗？那又怎么了？世景不也救了你，只是不能拉大提琴了而已，又没什么影响。”那一瞬间，好像所有的争辩都苍白无力。没有钱，没有前途，没有社会经验，我什么都不是。可我还没有带着那封情书上清华呢。有的人生来便要治愈童年，比如我和齐家2个儿子青梅竹马，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疯了。那时候我爸还没有赌博上瘾，会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去游乐园坐旋转木马，坐海盗飞船。可突然有一天，我爸被追债的找上门，打了个半死。从那之后他就变了。有一次他醉醺醺地从赌场回来，我在路边等他，看到他后我冲上去抱住他，甜甜地喊他爸爸，但他的眼神变了，疯狂恶毒，掺杂着算计。他拽着我将我塞进了出租车，我怎么哭闹都没用。原来他要当掉我去填平他的赌债，我还抵不过那几万块钱。是齐向周和齐伯父带着警察救了我。齐向周只比我3个月，却比我冷静成熟很多。他小心翼翼地牵着我的手，抿着唇，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塞给了我几颗糖。我妈知道这件事后没有关心我，只把我冷放在一边。她要去警局找她的丈夫。她说：“你爸爸是我的依靠，是他的依靠，不是我的。”我的家一夕之间分崩离析。后来我每次上下学，齐向周都跟在我身后，看到糖就给我买，而我那个爸爸只会恶狠狠地将我的糖踩在脚下，大声吼我吃什么吃，赔钱货。所以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释怀。自从要和齐世景分道扬镳后，他好像变好了，每天早早来到班级背书，晚自习放学最后一个走，只是仍在纠缠我。抽屉里每天都会多出来小零食，在我将它们扔进垃圾桶时，他会重新捡起，独自吃掉。班内渐渐有风言风语，有人说我故作清高，我听到后只淡然一笑，然后骄傲地说：“我另有喜欢的人。”他在哪？他呀，他在清华等我呢。距离高考还有2个月时，我与齐世景爆发了争吵，因为他动了我藏在星星罐里的情书碎屑。刚打开，一角碎屑便随着风飞走了，他找不到了，变成蝴蝶飞走了。我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齐世景发了火。一怒之下，他摔碎了星星罐，那些思念都随着风飞走了，捡也捡不回来了。我蹲在地上，泣不成声。你真的坏透了。齐世景却轻飘飘的一句带过，不就一破情书吗？死人又收不到，可笑。他一句轻描淡写就否定了我所有希冀。他怎么能忘呢？忘记齐向周因何而死？1年前，我们3个去海边度假，齐世景偷开了齐伯父的车，硬要我和齐向周体验一把。我们原本是不愿的，奈何齐世景死缠烂打，说不体验，就一个人去高速飙车。事情最后刹车失灵，货车撞过来的时候，齐向周护住了我们，宣布抢救无效死亡那一秒，我整个世界都灰暗了，恨不得让齐世景一起死。
可货车撞过来前一秒，齐向周说：“以后我不在了，你们两个要相互照应。”就连梦中，齐世景也在劝我别恨小景。我数次煎熬，在恨与不恨之间来回横跳，终究没能照应好齐世景，没能把他拉回正轨。齐向周，我要食言了。齐家有2个儿子，大儿子齐向周成绩优异，各大竞赛奖项拿到手软；二儿子齐世景顽劣调皮，总在班里占倒数前3。于是他们的父母总把他们放弃比较。父母说，我们要是只有小周1个儿子就好了。齐世景会不会是我梦游捡回来的？怎么和他哥差别这么大？齐世景，你哪里比得上你哥？齐世景，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最后他用桀骜不驯来包裹自己，又企图用伤害他人反抗自己。他不想成为暗处的影子，却又害怕连影子也丢了。那次争吵过后，齐世景又恢复了往日的顽劣不堪。他勾搭上了隔壁班的校花，光明正大带到班里，在我面前作秀。他摩挲着校花的上衣扣子，来回挑弄。许稍，校花比你有料多了。我正在算一道数学题，没听进他的话，只自言自语，建立直角坐标系，画辅助线，手中的笔突然被夺走。我抬眸对上齐世景挑衅的眼神，他挑眉，怎么吃醋了？我低头不语，找了新的笔算题，但齐世景却坏笑，把我的笔袋扔进了垃圾桶。老子跟你说话呢。聋了。我深吸一口气，直面他的质问，你不想学好我不管，但请别拖我下水。那个破清华有什么好的？不如跟哥哥我去修车，哥哥养你。嘴角噙着不怀好意的笑。我张了张嘴，以叹息开始，以叹息结束。周5晚自习结束，回家路上，我被齐世景连拖带拽塞进了一辆车，车上烟味呛人。齐世景紧紧箍着我，闷热的吐息就在耳侧。带你去个好地方，他说。齐世景所谓的好地方是夜店，舞池里穿着清凉的女人一个劲儿地往这边蹭。齐世景闷笑，大声喊：“别蹭了，舔狗该吃醋了！”我张口要反驳，却被他捂住嘴，在耳边威胁：“乖，不然今晚你可回不去。”他搂着我坐到卡座，桌子上满是五颜六色的酒水和头子，身边是各色美女。齐小哥，今儿个怎么带了一妹妹来啊？长得还挺水灵啊，非要缠着来的，拗不过。你可以啊，没看出来啊？酒杯在面前碰撞，冰凉的酒液溅湿了我的脸。齐世景用指尖用力划过我的脸，调笑着：“一个舔狗而已，我也就玩玩。”不是吧？你当人家面都敢这么说？他呀，赶不走的。齐世景捏着我的下巴，得意地宣扬，好像我真的是他的附属品。我恶心，别开脸。哟，性子还挺烈。齐世景轻笑：“没事儿，过会儿就老实了。”他开了一罐啤酒，拿到我嘴边。喝了就放你走。我死死咬着唇，却被他逼迫灌酒，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酒液顺着食管往上涌。我趴在桌子上干呕起来。齐世景捏我的肩胛骨：“这么不能喝，还得多练练啊！”我转身给了他一巴掌：“你让我恶心！”撂下这句话，我头也不回地往外跑。突然下起了暴雨，齐世景追来，将我甩倒在水洼里。许稍，我就是要把你拉进地狱，和我一起受苦。我已经对你那么好了，你还是忘不了他。你想上清华，我偏不如你意。他将我扯起来，用力把我往回拽，衣服撕裂了。我狠狠咬了他一口，硬生生咬下了一块肉，嘴里血腥味翻腾。我挣扎着脱身。齐世景，你疯了！是我疯了，我早就不想活了。可你身上背着齐哥哥的命。惊雷炸响，齐世景脸色煞白。他松开我，突然颓废了般跌坐在地，喃喃自语：“哥，我最后一次警告他，齐世景，如果你再来骚扰我，我不介意送你进局子。”那天之后，齐世景没再来上学。有人故意在我耳边说齐世景退学了，听说是因为早恋，或许是我太过平静。他们问我：“你不伤心吗？”我为什么伤心？他前途毁了。哦，与我无关，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齐世景会真的永远离开这个世界。高考前剩下的日子，我过得还算平静，只是偶尔想到齐向周，会情绪难以自控。没关系，我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我在学校外看到了齐世景，他行色匆匆，只瞥了我一眼，乍然慌乱，又埋头走远，像是有什么紧急的事。左右与我无关。我爸出狱的日子早就到了，可是我妈却没有接到他。我记得那天
我妈鼻青脸肿的回来，把屋子里的东西砸了一遍。她恶狠狠瞪着我，都怪你，你爸和别人跑了，最后我落了满身鞭伤。高考出分后，我的成绩被隐藏，我妈立刻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爸。那天晚上，我爸醉醺醺地踹开家门，冲进我的卧室，拉着我往外走。我妈没有制止，只是高兴地说：“女儿考上清华了，这可是大喜事啊！”我爸仰头灌了一瓶酒，当然是大喜事儿，有人出100万买咱女儿的大学名额呢。我妈眼睛噌地亮起，100万？你说的是真的？这还有假？走，这就跟我去见见人家，咱女儿这么漂亮，说不定也能卖个好价钱呢。我垂死挣扎，大声尖叫，可我爸力气太大了，大到将我在地上拖来拖去。能不能有人来救救我？我向我妈投去求救的眼神，她犹豫了。老许，卖女儿就算了，她和那个齐家的小儿子感情可深呢，说不定以后能嫁给他。那一瞬间，我绝望地闭上眼睛。我爸走了，我还记得那天在门外偷偷站着的齐世景，他一定很高兴吧？我最狼狈的模样被他看到了。那天过后，我一直活在胆战心惊中，报了警，偷偷住在外面。没想到我爸竟再也没有找过我，就连他说过的卖大学名额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我顺利拿到了清华录取通知书，我妈又把这件事宣扬得人尽皆知，其伯父和其伯母前来祝贺。我独自一个人躲在卧室里给齐向周写信，寄到远方的信。我在信中说，我考上清华了，没有辜负你这个好老师的期待。我要走了，你会支持我吧？伏在桌案流泪时，房门被敲响，是齐世景，他沧桑了不少，半张脸都是青色的胡茬。恭喜你啊，大学霸！他局促地笑着，单薄的身影比往日更瘦削了些。我心下一酸，却还是没让他进来。还有事吗？齐世景眉宇微颤，眼睫似有晶莹。他仔细打量着我的神色，生怕有半分冒犯，最后只问了句：“大学霸，你还会等我吗？”不等了，我回得干脆。毕业后，班级总组织聚会，我推脱了很多次，但这次不是新同学聚会，而是我和齐世景共同好友组织的聚会。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们一起怀念齐向周了。当天聚会，我难得喝酒，醉得有些模糊。有2个同学送我到回家，路过巷口时，我听到有人喊我，这声音好像齐向周。脚步不受控制，我走了进去，却在下一秒听到了一声滚，酒意被冲散。我晃了晃脑袋，自言自语，我好像看到齐向周了。同学当我醉得很了，拉着我往家走，回去就能看到齐向周了，他在家等你呢。于是我信了，我乖乖跟着他们走。身旁跑过几个惊慌失措的路人，我清晰地听到他们大喊：死人了，齐世景死了。在我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第2天，身上连中数刀，和我爸同归于尽。在卧室门边的死角，我发现了一支录音笔，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景字。按下按钮，齐世景的声音掺着滋滋啦啦的声响：许烧，我对不起。我其实一直都知道你喜欢齐向周，但我就是不服，为什么我们明明长得一模一样，差别却那么大？我憎恨比较，却忍不住和他比较。我承认自己自私，到现在了，也还是想让你记住我。我愧对我哥，如果不是我，他不会死，我该赎罪的。音频最后，他泣不成声，你就别再恨我了，好像脑袋里始终紧绷的那根弦断了。和齐家闹掰后，我妈把我赶出了家门。他对我扬起巴掌时，我将他推倒了。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妈了。我攒了1万多块钱，再加上先前齐向周偷偷塞给我的2万，足以交学费。大学4年，我一丝都不敢懈怠。奖学金加上家教补助，我过得其实还行。我妈在这期间找过我，在学校门外大吵大闹，说我不孝顺，不养她。我没有找她对峙，只是默默地把那些年被她殴打后偷偷拍下的照片放到了网上。她承受不住压力，再也没来找过我。大4时，我成功保研，那条被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红色围巾一直带在身边。我这也算是和她一起上完了大学。多年后，我回到老家，听人说我妈3年前就病死了。我没有去看她，只带着齐向周最喜欢的建筑模型和齐世景最喜欢的球星球衣去了他们的墓地。和齐向周说话时，我猛地吐出一口血。偏头看去，齐世景的名字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齐世景，我早就不恨你了。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打算自杀的。现在我32岁，整日郁郁寡欢，得了重病。
快死了，我还是不甘心，当年的爱意没能宣之于口，现在我一件一件说给你听吧。全文完。